嘿，大家好，我是 Ace。那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實況主挑戰週的第10天，就是那個 Day 10。對，那離我們的那個挑戰的結束14天越來越接近了。對，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 Day 14，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的實況主挑戰週。那也是那句啊，大家可以猜一下最後一天那個對手到底是誰？對，那這次啊，我們打了一個對手。又是我們的實況主玩家滿眼劍客100等的滿眼劍客單英雄滿眼劍客。那如果大家看到這些那個標題啊，就可以看到我這裡寫的是什麼，就是我們打這些單英雄只需要一個固定的打法。對，那為什麼這麼說？那如果大家要記得我應該是前天還是大前天，我發過另一部也是打這個滿眼劍客的一個玩家的話，我說過這個遊戲啊，單英雄其實的玩家或者是英雄都那個打法都會非常之弱勢。那其實為什麼？我覺得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單英雄的那些攻擊方式，就是如果你是用單英雄的話，你的攻擊方式或者是你的遊戲玩法很容易被对面所猜到。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那個缺點，或者是那個你的弱點啊。怎麼說？因為如果大家有打過這一場的話，你會知道這一場有一個打法，就是你要藏招，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些行動都藏起來，沒有到最後一刻都沒有開出來。什麼意思？就是例如說我想用這個憤怒盔甲，如果我把我的憤怒盔甲的這些英雄開出來，然後走過去的話，那你的這個行動就會被敵人洞察到，就是你的那個動機會被敵人看穿，那敵人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對於你這個攻擊做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反抗手段啊。對，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發現到我的話，我經常是會在最後一秒才會把這個憤怒盔甲開出來，然後直接開。對，這個就是把你的動機藏起來的一個方法，那也是我常用的一個手法。那這招對於打這一場是一個非常之有用的一個打法。但是如果你是單英雄的話，基本上你的一些打法都會被敵人預先察覺到。那對於敵人有什麼好的影響？就是敵人就會很容易就可以對於你的任何行動做出這個預測，然後進行那個提早反抗啊。那所以的話，這樣會對於你整個遊戲的流程非常之辛苦，因為你的招式已經被別人猜到了。對，那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我因為知道對面想做什麼，所以我直接用這個憤怒盔甲來抓他，因為我知道他的那些技能其實還沒那麼快好。剛才那個鐵盔甲也是，因為我知道他準備要開吧，到時候我直接防禦。對，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準備要開這個盔甲，那個就是他玩單英雄那些動作被預測的一個下場，就是很容易被我這個敵人所預判了他要做什麼，然後進行這個反擊啊。對，那這邊的話直接把它收掉。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啊，對，那這是在說題外話吧。那也是會員頻道啊，雖然 EVA 的那些影片已經全部播放完畢，但是會員頻道還有一些很多額外的一些影片會推出，比如說每個禮拜1、3、5啊，一個禮拜3部。一個會員頻道的專屬影片也是會推出的，例如說實況主挑戰週的額外片段也是會在這個禮拜裡面推出。那對大家如果覺得每天的那個這一場比賽覺得有點看不夠的話，那你就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對，那你可以滿足你對這個遊戲一些不同的戰鬥啊。對，那這邊呢來到第3回合 ，OK， 這邊都抓到。但其實我用久了之後，我發現其實正義隊長那個前旋踢一下，那個向前推一下的那個攻擊其實某程度上也是挺好用的。對，因為大家有記得我之前說過，那個推一下那個攻擊比這個旋轉的攻擊好像沒那麼好用，但其實我用久了發現其實也是蠻好用的。對，那因為它可以配合這個沙塔在跪地，然後再配合我的大地法師來用這個黑毛 combo， 所以它非常之好用。我這邊呢，你可以發現他換了這個9尾頭，因為已經來到後期了，技能進入了後期，也是跟之前所說
他前期那個頭盔會用一些被動裝備，例如說李烈頭盔那些可以在戰鬥時跳起來那種裝備，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頭盔來增加他的攻擊能力啊。那但是如果一直在用的話，那就會顯得他那個攻擊那個防禦性會比較薄弱。那所以說他會比較擅長或者是比較常做的一點就是他會在遊戲後期把那個頭盔換成這個九尾頭來增加他的防禦能力。那可以發現他因為新的一個回合他又換回這個李烈頭盔了，也證明了已經來到這個第4回合。對，在這邊抓到很好啊。打這個馬眼劍客，雖然我說他的打法其實蠻固定，就是打他的方法就是把重地線避開，先防禦掉，然後再把他的这个些反撞先逼出來一種固定的打法。那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吧，越簡單的東西，其實某程度上來是越難認付的，因為通常越簡單的東西還是有用的話，那就證明那招啊非常之有效。你說馬眼劍客就是這樣，那越簡單的東西，其實某程度上也是越難認付啊。所以的話，說簡單，但其實打起來啊也是蠻辛苦的，因為我的容錯率要非常之少，才能做到這個把對面壓制或者是勝利的那個過程啊。就是我們不能讓他抓到特別多次，我這邊抓到。他這邊直接用奪寶啊！其實為什麼會奪寶？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我前面是用宇宙劍臂，然後在這回合開始之後開始換了奪寶。那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啊，我要增加我的那個靈活性。因為大家也知道，他的反重一開完之後，他是可以立馬用這個馬眼劍客的重地來抓人。那如果不用宇宙劍臂的話，我的重地準備用重地射他的時候，如果他用反重的話，我是來不及躲閃的，就是我來不及避開他的攻擊。但是用奪寶的話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就可以直接滾走啊。就是奪寶，因為大家知道奪寶重地是可以一邊瞄準一邊移動的，所以的話如果你是要用重地打他的話，用槍的重地打他的話，我比較推薦你用奪寶，對，那個靈活性比較高啊。對於這種高機動性的那些英雄來說是比較好一點。OK， 這邊 SD 直接 SD 吧，別省技能了。但可惜一點就是沒有把它打下去。那沒差。那個因為這個看起來節奏在我們這邊，所以的話，那個 SD 用完也沒有太大影響。OK， 這邊的話也是沒有技能，先嘗試去抓它，不停的抓到一次，你的勝率就會大大提升了。OK， 這邊抓到，那直接 Peter Pan 加這個生化 attack， 然後又是我們的黑毛 combo 這個標誌性的 combo。OK， 這邊的話可以啊。那剛好我的技能好了，那跟這個基本功階段跟這個技能階段無縫銜接，是我們打這一場最想遇到的事情，就是你的基本功階段剛好完結，那你的技能也是剛好傳好的話，這個情況對於你是一個十分之有利的情況啊。我這邊他不知道為什麼換了這個安全頭盔啊。老實說，我覺得九尾頭對我的說那個威脅性更大。我這邊抓到，那我們直接用奪，哎呦，可以。那這邊應該是我換球英雄，那這邊反住啊，哎呦，可以不錯。那我失手了。那但是我們的血量還是比他多，那我們就不用怕。我這邊，哎呦，可惜。那其實這邊就有點貪心了，其實應該往後一點。那這邊有點走的比較前吧。那這邊他換回這個九尾頭，那可能剛才那個安全頭盔是他換錯裝備了。OK， 但是沒差。那我們現在他這個血量，我再抓他一次，他要死了；或者是我被他抓到一次，我也死了。OK， 這邊的話小一點啊。哎呦，非常之刺激。OK， 抓到，那他應該完蛋了。